16岁英国贵族少女在除夕夜被告知要和另外4名女性竞选妻子的位置。她深爱的丈夫是一个不仅不穿内裤，还甚至试图拉着她一起自杀的瘫痪和尚。听起来像是最疯狂的邪教故事，对吗？但这位少女最终选择了成为他的妻子，并跟随他改变了整个西方对东方智慧的认知。疯狂的骗局，还是一场超越了凡俗理解的风致修行。今天我们走进戴安娜·穆科坡的自传，作为上师的妻子，去揭开这段被世界追捕、充满荒诞与救赎的真实往事。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请赶快点赞订阅哦。戴安娜15岁时第一次见到创疤，便无法忘怀。而在她满16岁后不久，她悄悄溜去探望刚经历严重车祸、躺在床上的创疤。戴安娜惊讶地问：“你怎么没穿里裤？”创疤极其自然地回答：“这个嘛，男人不穿里裤。”就在那个周末，他们不仅发生了关系，而且就在完事后躺在床上聊天时，创疤突然转身对他说：“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结婚。”而戴安娜整个人几乎要融化了，连连答应：“好好，我很愿意嫁给你。”在他们决定私奔结婚前，创疤还给戴安娜安排了2次让人心惊肉跳的测试。第一次是在除夕夜，创疤竟然把自己的4、5位前女友同时叫到了家里，每人安排在一个房间，然后告诉戴安娜：“我是想看要娶你们之中的哪一位。”第2次，创疤人生低谷，他们逃到一个廉价旅馆时，创疤突然拿出一大罐安眠药，对戴安娜说：“我们把这些药全吞下去，吞下去就对了。”吓得戴安娜一把抢过药罐，丢出窗外，大喊：“不行，我们还有未来！”这就是创疤在人生最重大的决定前，他用近乎玩命和荒诞的方式，把一切推向极端的边缘。在戴安娜出身贵族，她的母亲发现苗头后，气得把她送去看精神科医生，认定她是精神出了问题。当戴安娜从学校偷偷跑去看创疤时，学校和警方都在到处找她，甚至强迫她退学。当他们最终瞒着所有人结完婚，戴安娜的母亲甚至在深夜打电话来向媒体宣布这场婚姻无效。第2天，《每日快报》和《星期日镜报》等英国大报的头版赫然印着他俩的照片，标题写着：“16岁的戴安娜离家出走嫁和尚。”而在创疤这边，阻力同样巨大。他最亲密的同修阿贡仁波切对这场婚姻深恶痛绝。他觉得创疤不仅违背了西藏僧侣的传统，而且和一个16岁的白人女孩结婚，简直就是疯了。为了阻止他们，阿贡甚至把通往创疤房间的门扇上锁。在登记婚姻那天，阿贡和另一位藏人同伴在婚礼真正开始前就拂袖离去，拒绝观礼。为了结这个婚，他们不得不利用苏格兰的法律漏洞，因为在苏格兰，年满16岁就可以不经父母同意结婚。他们就像2个被世界追捕的逃犯，一路逃到了爱丁堡。为什么她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嫁给一个大自己一轮、连内裤都不穿的异国瘫痪和尚？戴安娜在书中给出了一个很笃定的内心独白。对她来说，这一切不仅不疯狂，反而是她生命中唯一的顺理成章。原来，戴安娜从小就在冷漠、控制欲极强的家庭中长大，在英国僵化的寄宿学校里，她感到极度压抑、格格不入，甚至开始抽大麻、吃迷幻药。她总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从未觉得自己属于那个上流社会。更神奇的是，从13岁起，她就不断梦见自己在西藏的一座尼寺里修行。所以，当她15岁第一次在讲坛上看到穿着僧袍的创疤时，她内心犹如电光石火般的被击中。她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这一辈子一直在寻找的，现在它终于出现了。”那种感觉就像是回到老家。当她和创疤发生关系时，她没有一丝一毫的罪恶感。她觉得和创疤在一起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创疤带她游历了内心世界那无边无际的乐园，让她突然间觉得自己被拯救了，解脱了。
在戴安娜的眼里，外界的世界才是虚伪和荒诞的，而这段关系就像是奔流的江河，终于找到了它的河床。无论外界觉得多么离经叛道，在他的灵魂深处，这不过是久别重逢的水到渠成。说到这儿啊，咱们先要聊聊创巴仁波切，他是藏传佛教创巴法脉的第11世转世，也是东藏苏芒甘露丘寺的住持。寻找他的过程也像一部充满神秘色彩的悬疑片。寻找转世灵童的线索，完全依赖于当时藏传佛教最高领袖第16世大宝法王在禅坐或睡梦中出现的镜像。大宝法王不仅向负责寻访的喇嘛们指明了灵童所在的地点，还给出了他父母的名字，甚至很多细节都看到了。比如这家人养了一只红毛犬，他们家帐篷的门是朝南开的。带着这些线索，喇嘛们出发了。他们原本以为第11世创巴会降生在一个家境殷实的人家，但当他们靠近一个非常贫困的游牧民营时，看到一个小男孩主动向他们挥手。这个男孩就是后来的创巴仁波切。有趣的是，在核对信息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男孩母亲的名字跟法王说的一字不差，但父亲的名字却对不上。喇嘛们正纳闷呢，母亲才道出实情，原来她现在的丈夫不是孩子的生父，是她第一任丈夫的名字，恰好就跟大宝法王在镜像中看到的名字一模一样。光靠身份核定肯定是不够的，喇嘛们拿出一幅画着6道轮回的彩绘云层，问小男孩：“你是从哪一道来的？”男孩毫不犹豫地指向了人道，这是完全正确的答案。接着，喇嘛们拿出了2套几乎一样的法器，2个金刚铃、2个金刚杵、2根拐杖和2串念珠，让他挑自己喜欢的。结果你猜怎么着？小男孩每一个类别里都准确无误地挑出了他前世，也就是第10世创巴曾经用过的物品。就这样，这个游牧民的穷小子被正式迎回寺院，成为了第11世创巴仁波切。在创巴看来，上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人们虽然在狂热地探索灵性，但往往陷入了精神性唯物主义的陷阱，也就是把修行当成了另一种装饰自我、获取心理安慰的糖果。他觉得如果不能弘法利生，他活着就没有任何价值。藏传佛教寻找转世的灵童的方法，在3维世界看上去是这么不靠谱，但又是这么的靠谱，真的很难想象啊。后来由于西藏时局动乱，创巴经历9死1生流亡到印度，随后又前往英国。那么他为什么非要在西方传教，甚至不惜打破所有的传统呢？在英国的一场严重车祸成为了他人生和修行的分水岭。车祸导致他左侧瘫痪，但在病床上，他迎来了精神上的顿悟。他发现，对于当时的西方人来说，僧侣的袈裟不仅不是佛法的加持，反而成了一种沟通的障碍。西方人容易把僧袍看作是一种高深莫测的伪装，或者是一种异国情调的装饰。创巴意识到，如果自己躲在僧袍的安全区里，把西方人当成外人，就永远无法建立真实的连接。为了真正打入西方社会，创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传统藏人诧异的决定。他宣布还俗，脱下僧袍，变成一个普通的人，甚至娶了一位16岁的英国贵族少女戴安娜。为了粉碎这种虚伪的灵性追求，他打破常规，用西方人能懂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和他们建立深厚的连接，达到灵魂上的救赎。创巴仁波切在多伦多暂时停留过，也就是我现在居住的地方。他到了北美之后，他的教学手段变得越来越疯癫，他完美继承了藏传佛教中极具破坏性，但也极具慈悲的风智 （Crazy Wisdom） 传统。风智是藏传佛教密宗，特别是金刚乘中一种极具颠覆性和争议性的高阶教化方式。秋阳创巴仁波切的风智传承主要继承自其上师蒋贡康楚。这种教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印度密续佛教84大成就传中所记载的大师们的癫狂事迹。
风致一定要先有智慧才能疯狂。根据书中的定义，风致绝不是单纯的标新立异、自以为狂，也不是单溺于狂野的行为中为了逍遥快活，更不是没来由的去惊吓和刺激他人。风致的原则是在证得无我之后，个体的能量将变得无边无际。大成就者不仅透过修行和研读获得成就，而且在行为上彻底超越了一般社会期望或世俗行为的限制。但是上师运用颠覆常规且通常极度不可预测的行为来展现甚深智慧的一种方式，通常应对的也是极端环境和极端的人士，比如说遭到政治迫害，比如说西方传教，这都需要打破原有的边界仪式、规矩等。不管上师采用什么方法，甚至是用彻底颠覆常理、疯狂的方法，其核心目的都是为了帮助在无尽轮回中受苦的众生。创巴仁波切最让人震惊的手段之一，就是用粗暴的行为粉碎同修的执念。他的挚友阿贡仁波切一直坚持传统的僧侣形象，喜欢粉饰太平。创巴对此深恶痛绝，认为这是虚伪的精神物质主义。有一天，创巴竟抡起拐杖，把阿贡私用的佛龛砸得稀巴烂，随后甚至跑到楼梯顶层，毫不避讳地当众撒尿，然后倒在地上烂醉如泥。他用这种最具破坏性的方式来打破对方用神圣表象的贪婪。酒也是他风致教学的核心道具。创巴喝酒简直像喝水一样，经常在讲课前喝得烂醉，需要人架着上台。在常人眼里，酒精是毒药，但在创巴的逻辑里，他认为酒精能带来细微的热情，能诱使人放弃心理防卫。当人醉到极点失去自我保护时，酒反而转化成了觉醒的解药。最让人心惊肉跳的是1978年的万圣节裸体派对事件。在一次大型禅修营上，创巴突然下令，要求派对上的所有人必须脱下衣服，暴露真正的自己。当著名诗人威廉·莫温和他的女友拒绝脱衣并试图离开时，创巴的护法竟然强行阻拦，甚至引发了流血冲突。创巴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事后将这种极端的处境形容为逼近疯狂的高墙。他看到了西方知识分子上那种强烈的、傲慢的自我保护机制。他用最野蛮、最不讲理的手段，强行拔下他们精神上的虚伪外衣，把他们逼入绝境，迫使他们直面内心深处那个赤裸、恐惧、毫无防备的本我。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书中多次警告，风致是非凡之人所能行的非凡事业，绝不是一般人所能揣度或者模拟的。如果常人没有极高的智慧和精严的内心戒律，仅仅去模仿风致表面的疯狂行径，只会陷入自我傲慢的膨胀，加速自身的沉沦。在男女关系上，秋阳创巴并没有遵守世俗的一夫一妻制，他终其一生都有多位女性伴侣。他处理男女关系的方式完全打破了常规，在婚后依然与女学生发生关系，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在占学生的便宜，而是把它视为一种和别人更没距离的方式，是他致力于教导他人、度化众生、帮助对方放下心理防备的一种特殊手段。我们是不是在哪些新闻爆料当中也听到过曾与他有过亲密接触的女性所感受到的那种体验，往往与性无关，而是一种巨大的温柔与开放。这个说法有点矛盾，既然与性无关，那也可以做与性无关的事情嘛，为什么非得要和性有关呢？那第一次发现创巴与其他女性有染时呢，妻子戴安娜的反应是晴天霹雳，伤心欲绝。那天早上，她在房间里撞见创巴正热情地拥抱一名年轻女子，她立刻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坐在地上大哭了几个小时。期间，创巴一直来敲浴室的门，但她当时极度崩溃，一直隔着门叫她走开。当戴安娜几个小时后走出浴室与他交谈时，创巴的态度非常温柔，他没有任何逃避、隐瞒或虚伪的掩饰，而是坦诚地把事情讲明白。这种直接和坦荡让戴安娜放下了世俗的参考点，她发现创巴在精神层面上其实是她想象的最忠诚的丈夫，这种不欺骗的态度给予了她极大的安全感，有点恋爱脑的典范。
戴安娜逐渐理解创八有时将性爱化为一种接引和度化学生的方便法门，认知到它不受世俗框架的束缚。戴安娜意识到，虽然他们步入了婚姻殿堂，但创八是那么大一个人，其生命状态和境界根本不可能被传统的一夫一妻或任何社会常规所束缚。创八也向他保证，他与他人的交往并不会影响他们夫妻之间深厚的感情基础。虽然戴安娜坦言，有时候她确实没办法轻轻松松、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点，但正是基于对创八深刻的理解和彼此间牢不可破的信任，她在大部分时候都是真心觉得没关系，并包容了这种生活方式。我其实很好奇，如果换位思考一下，他能不能够接受妻子和其他异性这样的亲密接触呢？有本书叫《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讲的就是天才和疯子只有一步之遥，用在这里特别恰当啊。创八仁波切当时的行为打破常规，疯癫难以理解，但是确实真正让佛教的一些精髓传入西方。他不仅是纯正西藏法脉的转世活佛，与大家看是不是这一点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创八仁波切是如何打破壁垒，将金刚乘佛法深深烙印在西方世界的。根据书中的记载，他采取了以下几个核心方式进行改进和改革。第一点就是舍弃僧侣身份，他不再以藏人或高僧自居，而是彻底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出现在西方弟子面前，应用他们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来建立真实的连接。第二点是极度简化禅修仪式，直击本心。在最初教导西方人时呢，创八刻意舍弃了西藏传统中繁复的大礼拜和复杂的观想仪式。他发现西方人容易被密法的形式搞得一头雾水，因此他教导的禅修技巧非常直接，就是叫人静静地坐着。他强调最基础的坐禅，把重点放在呼气上，让心与空间结合，促使行者对环境有宏观的觉察。他甚至借鉴了日本禅宗如铃木俊隆的教法，那种极简干净的禅堂风格和坐禅姿势，因为这在当时更容易被西方人接受。第三点就是提出并对峙精神性唯物主义。创八敏锐地洞察到60、70年代西方人追求灵性时的致命弱点，他们经常把宗教当成超市里的商品，用来装饰和满足自我的虚荣心。他创办了精神性唯物主义 （Spiritual Materialism） 这一词汇，并出版了畅销书《突破修道上的唯物》。为了击碎这种虚伪的灵性追求啊，他大胆运用了疯治的手段，暴力地打破西方知识分子的自我防卫和傲慢，迫使他们直击真实的心灵。第四点就是将佛法与西方心理学、艺术深度融合。创八并不把精神与世俗视为两回事儿，他认识到要在西方传法，必须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词汇。他积极与西方心理学家、科学家、诗人及艺术家对话，将佛法与西方心理学词汇融合，甚至将自己的弘法视为一场庞大的人类心理实验。他认为电影、戏剧等世俗学科与宗教交织在一起，是他教学的特色。他创办了北美第一所由佛教徒建立的大学——纳洛巴学院，融汇佛教修持与西方学术，包括视觉艺术、音乐、影视、写作等，为佛法在西方学术和文化界扎根提供了结实的土壤。第五点就是除了传统的佛教教法，创八还发掘并大力推广了香巴拉佛藏，这是一种不局限于佛教徒、更具普世性的世俗觉悟之道。他创造了本初善 （Basic Goodness） 等新词汇，致力于在西方建立一个当下存在的觉悟社会。同时，他还极具前瞻性地将西方公司的管理模式引入佛教团体的架构中，让弟子们像世俗社会一样设立部门、汇报工作，以这种现代组织形式来对峙西方人的散漫，增强他们入世修行的能力。
总而言之啊，创巴仁波切的改革方法是不破不立。他用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学术语言和组织架构作为容器，打破了西藏传统的文化壁垒与西方人的灵性伪装，最终成功的将金刚乘佛法最核心的觉悟智慧在西方世界种植成长。讲到这里，小伙伴们肯定乱了阵脚，你会问 Jenny， 你一会儿说仁波切的私生活混乱、行为癫狂，他还找了各种理由来解释，一会儿又说他在佛学界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我现在人的整个脑子都是分裂的，到底是尊敬他，还是只是猎奇，甚至谴责一下？还是回到戴安娜作者那番话来，风致不是所有人都能模仿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人可以模仿的。当代佛教给他定义是大有成就的上师，那他就是大有成就，但是一念之间，当代佛教要是给他定义成邪教领袖，那他也就是邪教领袖。所以正反只在一念之间。秋阳创巴仁波切本身是什么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书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创巴仁波切最颠覆传统的修行观在于，他从不把精神与世俗分为两回事儿。他曾明确指出，如果你了解法的究竟真义，你就会知道法的究竟真义就是世间的究竟真义。如果你要嵌入世间的究竟真义，就应该要跟法相应结合。在他看来，试图逃离红尘，去深山老林里寻找某种超脱的境界，往往是一种自欺欺人。为了让佛法真正在现实西方社会落地生根，他肯定并采用了世俗的居士模式，认为只有让修行者过着世俗生活，佛法才能真正行得通。在他的理念中呢，也有一点是亲密的人际关系即是绝佳道场。在传统观念中，家庭、婚姻和人际互动往往被视为扰乱道心的障碍。作为妻子的戴安娜，在经历了与创巴的一切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生而为人，学习如何在每个当下与人密切共处，就是佛法的终极精髓。现世修行意味着不要逃避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与亲密。创巴将夫妻关系、亲子教育，甚至处理生活琐事，都视为转化自我的契机，真实的去爱、去痛、去面对复杂的人性。在纷纷扰扰的互动中保持不造作的真心，这本身就是极高的佛法。另外，创巴也说到过，这个精神性唯物主义在日常中保持极度开放的觉察，避免用各种宗教仪式和灵性体验来包装满足自我。他教导的现世修行呢，强调的是一种不逃避的开放性。例如，在教授最基础的坐禅时，他明确要求学生张开眼睛，面对中央空间，而不是面壁或把自己关闭起来。他让学生把重点放在呼吸上，借此让心扩大，促使行者对周遭环境保持宏观的觉察。这种训练应用在现实中，就是要求我们在工作、交谈乃至娱乐时都不封闭自我，勇敢地直面当下的真实情况。创巴在北美弘法后期呢，大力发掘并推广了香巴拉教法，这正是现世修行的最高蓝图。他向世人宣告，香巴拉不见得是一个遥远虚幻的净土，却是一种当下存在的、充满饱满、清明觉照的状态。现世修行不需要等待死后往生极乐，而是基于众生皆具的本初善，在当下的社会中去实践。他将佛法与西方的心理学、艺术，甚至企业管理模式结合起来，教导学生在充满商业竞争和文化冲击的现代都市中，依然可以凭借无畏与温存的永世智慧，把世俗生活过得清明觉悟，从而在世间大放光明。释迦牟尼从王子变身佛陀，秋阳创巴仁波切从上师变为王子。这本书所展示的现世修行，就是要彻底抛开宗教外衣，勇敢地一头扎进滚滚红尘中。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情感纠葛，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只要每一个当下保持全然的开放与清明觉照，世俗生活的本身就是通往觉悟的终极道场。我是 Jenny， 我们下期再见。